这个50大小的鱼缸里，孔雀鱼的数量最多时应该有150条以上。前段时间我的一系列失误，让这些孔雀鱼出现严重问题，并在接下来1周左右的时间里死亡了大部分。本期视频比较重要，详细记录了我是如何让鼎盛时期的鱼缸跌落到谷底，是如何让本来只是轻度缩鳍的孔雀鱼发展到严重真伪病，并险些团灭的过程。同时也会逐层分析和反思这次失败的经历，希望朋友们在养孔雀鱼的时候能避免出现和我一样的问题。以前介绍过，为了让鱼缸整体上看上去更协调一些，把鱼缸里红色的火山石底沙换成了黑色的。在更换底沙的过程中，可能是鱼缸的水质和水温变化过大，也可能是水底沙带入了一些不好的东西。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有几条孔雀鱼的鱼鳍紧缩在一起不舒展，于是决定对缩鳍的鱼进行治疗。这是本次养孔雀鱼出问题的导火索。通常认为，孔雀鱼缩鳍是细菌引起的一种鱼病，在鱼缸的水质水温突变或饲养密度过大时容易出现。所以，当我发现鱼缸里有孔雀鱼缩鳍后，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需要给发病的鱼杀菌，以免影响到其他健康的孔雀鱼。我个人习惯用的杀菌类鱼药有亚甲基蓝和高锰酸钾。考虑到亚甲基蓝药性比较柔和，短时间内达不到太好的效果，于是决定将缩鳍的孔雀鱼单独隔离在小鱼缸里，使用较高浓度的高锰酸钾进行短时间药浴。到现在为止，总体思路上没有太大的错误，但出现了一点偏差。孔雀鱼缩鳍的表现一定是细菌引起的吗？有没有可能还存在其他因素呢？有没有可能是细菌和其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呢？高锰酸钾外观是黑紫色结晶体，化学式为 KMNO4， 是一种强氧化剂，在水族领域的作用是对鱼缸、养鱼用品或观赏鱼本身进行消毒杀菌。小型观赏鱼饲养群体里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不管什么问题，有说对的，一定会有说错的；有说行的，一定会有说不行的。高锰酸钾是否能达到给鱼消毒杀菌的作用也是一样，有人认为作用很大，也有人认为根本就达不到想要的效果，纯属心理安慰。我个人认为高锰酸钾是有用的，使用恰当的情况下，其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在使用高锰酸钾的过程中，使用量和给鱼药浴的时间确实不好把握，只能靠经验。如果要精确配置适合给鱼药浴用的高锰酸钾水溶液，至少需要有很精确的称量设备，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不现实的。通常会根据高锰酸钾水溶液的颜色来判断用量是否恰当。用视频里这样的粉色高锰酸钾水溶液给孔雀鱼药浴10至15分钟，能达到较好效果的同时，不会给鱼造成大的伤害。在药浴过程中，可以给鱼缸抱氧，缓解可能出现的鱼缺氧现象。要时刻关注孔雀鱼的状态，一旦发现异常，立即捞出。经验之所以叫经验，可能是因为有不确定因素和可变化因素的存在。我虽然清楚上面提到的高锰酸钾用量是安全用量，但是更习惯用更高浓度高锰酸钾水溶液。这也给本次养鱼出现严重问题埋下了伏笔，噩梦即将开始了。用高锰酸钾给缩鳍的孔雀鱼做药浴时，只当成是一个小操作，
根本就没有将其录制下来的想法。下面还原一下那时候的操作。当时配置的高锰酸钾水溶液是深红色的，想法是只浸泡有缩体表现的10几条孔雀鱼。现在这种状态的高锰酸钾水溶液浓度有一些高，正常的操作是减少药浴的时间，以保证孔雀鱼的安全，5分钟左右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不清楚中了什么蛊，当时的我突然心血来潮，想到有病治病，没病预防也不错，居然把大鱼缸里全部的孔雀鱼都捞进了小鱼缸。更要命的是，我没有看护浸泡在高浓度高锰酸钾水溶液里的孔雀鱼，去做别的事了。等想起来后，应该已经过了15分钟。再看鱼缸里的孔雀鱼，有沉底的，有上浮的，还有不断挣扎的。立即把还算活跃的孔雀鱼捞回到大鱼缸里。现在视频里看到的这些孔雀鱼是彻底没救了的。如果只给缩尾的孔雀鱼做药浴，如果用大一些的鱼缸给鱼药浴，如果高锰酸钾的浓度再低一些，如果一直看守着鱼没有走开，上面的这些如果哪怕有一个成立，也不会出现现在这种情况。半年的心血就这样白费了。给朋友们提个醒，高锰酸钾既是良药，也是毒药。用高锰酸钾给鱼做药浴时，尽量把浓度配得低一些，要时刻注意观察鱼的状态，千万不要走开呀。看到这里，你以为孔雀鱼危机已经结束了吗？不，一切才刚刚开始。用高浓度高锰酸钾给孔雀鱼药浴超时带来的影响，不单单是这些直接死掉的鱼。在出问题的同时，我做了一个决定，提前淘汰一部分孔雀鱼。现在看到的是已经死亡和准备淘汰的孔雀鱼。养孔雀鱼的过程中，淘汰次品鱼是在所难免的。像我养的这种断代体的孔雀鱼，淘汰率基本上是50%。淘汰的对象主要是没有断代表现的母鱼和没有繁殖能力的有断代表现的公鱼。本来打算在大鱼缸里的成鱼接近200条时再淘汰，现在不得不提前了。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已经有大批鱼死掉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淘汰呢？这样鱼的数量不是更少了吗？正是因为孔雀鱼出了问题，现在每一条健康或有可能救回来的鱼都很珍贵，需要把更多的资源留给它们。最直接的做法就是减少鱼缸里鱼的数量。鱼没出问题时不淘汰，是因为想尝试触及一下养鱼密度的极限，现在已经不可能触及到了，这些终将被淘汰的孔雀鱼也就没有必要再留下来了。在这个时间段淘汰孔雀鱼的做法可能会遭到一些朋友的反对，不过我坚持认为这种做法是没有问题的。事故中已经死掉的和淘汰出来的孔雀鱼就是这些，现在看起来不算很多，这样看至少有40多条吧。随着水流的冲刷，该结束的终究结束了。高锰酸钾有比较强的腐蚀性，药浴超时后存活下来的孔雀鱼体表都有不同程度的灼伤，有几十条受伤比较严重的孔雀鱼被隔离养在小鱼缸里，怕它们的伤口受到细菌感染，在水里放了亚甲基蓝和另外一种杀菌用的鱼药。本意是能让这些孔雀鱼得到更好的恢复，可是经过2天的时间，它们居然表现出比较严重的真伪状态，这让我感觉到很意外的同时，不得不思考引发孔雀鱼真伪病根源的问题。
需要先说明一下，现在这个小鱼缸里的水来自大鱼缸，大鱼缸没有放任何鱼药，只放了加热棒升温。在水质几乎相同并放有杀菌药的情况下，小鱼缸里的孔雀鱼得了严重的真伪病，是不是能说明真伪病不是由细菌引起的呢？同一时间段的大鱼缸因为有做升温处理，其中的孔雀鱼没有出现真伪病，升温正是应对孔雀鱼体外寄生虫病的有效操作，是不是能说明真伪病是由寄生虫引起的呢？在本期节目之前，我专门制作了一期孔雀鱼真伪病的视频，包括了引发孔雀鱼寄生虫的种类、诱发孔雀鱼真伪病的环境和治疗孔雀鱼真伪病的方法等内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在这里就不过多赘述了。当想到了孔雀鱼真伪病是寄生虫引起的时候，一切问题就都变得清晰了。为了能说得明白一些，给下面的内容做了编号。1. 我给鱼缸更换底沙的时候，底沙有可能带入了一些寄生虫。更换底沙让鱼缸里的水质和水温变化过大，鱼缸的整体环境开始适合寄生虫生长。2. 部分孔雀鱼被生长起来的寄生虫寄生，出现了缩脐的现象。这时我误以为孔雀鱼是被细菌感染，用高锰酸钾对孔雀鱼进行药浴消毒杀菌。3. 健康的孔雀鱼体表是有一层保护膜的，能比较有效防止寄生虫的入侵。高锰酸钾用量过大，导致大部分孔雀鱼体表被灼伤，失去了基本的防护，给了寄生虫可乘之机。4. 大鱼缸因为有升温，抑制了寄生虫的生长，并且里边的孔雀鱼受伤不严重，所以没有出现真伪病的表现。小鱼缸因为没有升温，只放了杀菌的鱼药，起不到抑制寄生虫生长的作用，并且里边的孔雀鱼受伤严重，所以出现了严重的真伪病。5. 孔雀鱼的缩脐表现，在某些情况下很可能也是由寄生虫引起的，在得不到有效控制或鱼缸环境不断恶化的时候，最终发展成孔雀鱼的真伪病。引发孔雀鱼缩脐和真伪表现的可能是同一种寄生虫。上面所说的内容虽然存在一定的推理和假设成分，不过对我们这些就算有显微镜也很难分辨出细菌或寄生虫种类的普通养鱼玩家来说，应该是很接近真相了。成功的养鱼经历千篇一律，失败的养鱼经历各有不同。我个人感觉在这次孔雀鱼出问题的过程中收获颇多，也希望能给您带来一些警醒和启发。现在的鱼缸是孔雀鱼出问题1周后的状态，看上去很杂乱，那时也没心情管这些了，想的只是别让幸存下来的孔雀鱼团灭。比较幸运的是，在这次养鱼出问题之前，有一批新出生不久的小孔雀鱼，它们成为了这个鱼缸里的希望。更幸运的是，有一条母鱼开始生产了。现在看到的是制作这期视频时鱼缸的状态，相继又有几条孔雀鱼死掉了。不过现在活下来的孔雀鱼基本都脱离了危险，活跃程度恢复到了健康时的水平。
这些小孔雀鱼的现状，说明我这个大鱼缸里的水质情况并没有太大的问题。最开始用高锰酸钾给鱼药浴，可能就是一个错误。如果发现孔雀鱼缩鳍时只给鱼缸升温，不急于用药，可能只会有几条鱼出问题或死掉，不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后果。在10几天的时间里，鱼缸里的孔雀鱼损失了90条左右，实在是让人感到心痛。可笑的是，在前段时间还说过孔雀鱼要爆缸了。看来养鱼的过程时刻都不能松懈。可以说，这次孔雀鱼出问题和我的疏忽和拖大有直接关系。好了，希望还在，重新开始吧。感谢观看，欢迎关注，下次再见。